历经上千次的敲击，这张面片被捶打得薄如蝉翼，微微透明。历经冷与热的交替，这个面条 Q 弹嫩滑，满是鱼肉的鲜甜细腻。你没看错，这碗面条居然并非由面粉擀成，而是用这块小小的鱼肉敲制而成。嗨，我是贝果儿。你也尝过小当家里那一碗面飞面吗？说来也巧，面飞面这东西在我家乡温州100年前就有。去年挑战了杀大螃蟹，今年该轮到大鲶鱼了。体重5斤，身长半米的那种。今天我就要用它来制作家乡版面飞面三丝敲鱼。如果忽略掉鱼骨上残留的这一大坨鱼肉的话，好在鲶鱼刺少肉嫩，用勺子就能轻松刮一盆，总算能让本翻车区 UP 主强行挽个尊。第二步，敲是温州人料理海鲜食材独有的手法。地道的温州敲鱼摊配的是特制的大理石板和小木锤，只不过快递停运的时候，美食博主家也并不是什么都有，就取一块案板，撒一层红薯淀粉，来一小团鱼肉，再铺点粉，拿出一根擀面杖，开启小和尚敲木鱼模式。你觉得翻车系数几颗星？撒粉太少，鱼肉会粘牢；撒粉过度，鱼鲜味不足；力道过重，鱼肉会破洞；力道不够，鱼肉又太厚。问题不大，再次祭出我每秒5下的疯狂手速。大概8分钟，也就是2000多下之后，鱼片终于变得微微透光，薄如蝉翼。原本松散的鱼肉与生粉合为一体，就像一张大型饺子皮。敲好的鱼片可以像这样铺在保鲜袋上，卷起来，放进冰箱不占地儿，随吃随取。第三步，煮。取一个鱼片卷，隔着保鲜袋直接切成条。入沸水，洗半分钟热水澡，捞出来再泡1克钟冷水浴。起油锅，爆姜丝，下入假装是火腿丝的培根丝，假装是鸡丝的胡萝卜丝，以及真的是香菇丝的香菇丝。翻炒到满屋飘香时，倒入1碗开水或者高汤。煮开后，下入泡过冷水澡的敲鱼，加点盐和白胡椒。当玉白色的敲鱼面轻轻浮起时，可以再烫一把小青菜。日常的敲鱼汤像这样直接上桌就可以吃了。要拍照的敲鱼汤呢，就可以先捞出敲鱼，再做作的码上三丝和青菜。是不是有那味儿啦？直溜一根，好滑，爽滑中带着脆韧，嚼起来筋道又细嫩。好鲜，鱼肉的鲜中透着甜，滋味缭绕在舌尖。好纯，汤头清澈却风味多重，三丝香浓，一口就让人回味无穷。虽然这已经是我没能回家过的第3个年，不过打开冰箱，家乡的味道却永远少不了。除了这条大鲶鱼，我还陆续被老爸投喂了你的行李箱里也有老爸老妈塞不完的土特产吗？弹幕或评论秀一波吧。我是贝果儿，下回见。嗨，我是贝果儿，今天我们来搞面包，平底锅面包，全程只有3分钟的平底锅面包。
还是用一个万能面团，一口气解锁3种面包。香气迷人的平底锅肉桂卷，馅料超满的平底锅麦满分，松软爆浆的平底锅芋泥芝士包。现在是第1天晚上，我们来准备万能面团。5种原料 ，A 组3个成员，搅和到一起 ；B 组2个成员，也搅和到一起，静置一小会儿，再把 B 组加到 A 组里，全部搅和到一起。出现这种絮状时，准备上手，开始计时。3分钟的时候，你的手还来不及感觉酸，无油低糖的万能面团就搞好了。把光滑的一面这么熬出来，再用2只手掌根，这么搓圆，收口朝下，放回盆。表面有点坑坑洼洼，不要紧，封个膜。第1次发酵的重任就交给冰箱了。你和面团都可以去美美的睡一觉，记得要睡满8小时哦。第2天早上，我们来做平底锅肉桂卷。睡了一觉的面团已经发到快2倍大了，切出1/3，剩下2/3，掌根推圆，收口朝下，放回碗里，继续盖被子回冰箱睡觉。这1/3的面团稍微按压排气，擀成一个长方形，大概20乘10厘米的样子。用红糖和肉桂粉来简单霍霍个馅料，在面片上刷点半融化的黄油，上下注意留边距，收尾处捏捏扁，均匀撒上红糖肉桂粉，轻压平，卷起来，沾点水，捏捏牢，收口朝下，用刀切成4个小段。平底锅登场，先开大火30秒，预热一下锅，关火。切好的肉桂卷平的那一面朝上摆进来，盖上锅盖焖15分钟。第2次发酵和烘烤的双重重任都交给平底锅啦。15分钟后，肉桂卷发得圆嘟嘟，开最小火，盖锅盖焖煎6到7分钟，翻面，依然小火加盖焖煎5分钟，最后可以关火再焖上2-3分钟。在这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你可以进行刷牙洗脸的晨间 routine。时间到了，打开锅盖，热气腾腾的平底锅迷你肉桂卷就可以上桌享用啦。肉桂的香气实在太迷人了。撕一个，替你们感受一下柔软度。翻面的时候红糖溢出来，看着好像糊了，但咬一口你就知道。焦、香、甜、脆，这口感有多让人满意。第3天早上来吃个平底锅麦满分。昨天留下的万能面团又长大了，1分为2，一半继续去冰箱睡回笼觉，另一半切2份，分别轻压排气，再用掌根搓圆大法揉成小球，收口朝下，稍微按扁。按照刚才的流程，放入预热过的平底锅，盖盖子发酵15到20分钟。发酵完成后，一面小火焖煎6-7分钟，翻面，再煎5分钟，关火焖2-3分钟，出炉，出锅。趁热掰开瞧一瞧，白白嫩嫩，手感跟你肚子上的肉肉一样，可以直接享用，也可以对半切开，码入你喜欢的食材，做成家庭版的高个麦满分。嗷一口，大满足。第4天早上，来吃我心心念念的芋泥芝士爆浆包。叫醒最后1/3面团，分2份，排气，滚圆，按扁。这次用擀面杖擀成一张小饼脸，铺2片切小的芝士，蒯1大勺奶香芋泥。不知道怎么做的同学，请自行复习一下微波炉蛋糕那一集。拎起2头捏到一起，再拎2头也捏到一起，最后把四面八方拢一拢，一定要够紧够实，可别露馅儿呀。收口朝下，表面抹点水，沾点白芝麻，再走一遍刚才的流程。大火预热，关火发酵，
小火焖煎，翻面再煎，关火焖制。松软的面包，爆浆的芝士，绵密的芋泥，还可以这样切开观赏，调戏一番。如果你也是芋泥狂魔，请把永远的神打在公屏上。除了平底锅面包，还有多少人是想看微波炉面包的？弹幕里举个手，我看看。也别忘了加个关注，点个赞。微波炉面包的研究应该不会太慢。